Use all the bombs or die trying.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俗称小法的基克洛普斯，不过最近又多了个名字，这边带大家来看一下。和我一起收集星辰吧！所以现在我们小法又多了个名字叫奇乐乐，不知道名字以后会不会同步更新就是了。那因为很久之前我就已经出过教学了，只是稍微改了一点点，所以我懒得自己讲了。这边让大家看一下在平行时空的技能介绍界面。奇乐乐是高移速能持续输出的核心位法师，技能命中敌人后，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都会缩短。一技能释放2道星云波造成伤害。二技能凝聚光球，光球会自动锁定并攻击周围敌人。大招制造一颗光球追踪敌方英雄，造成伤害与禁锢效果。技能加点上推荐主2副1，有大点大。二技能作为主要输出和机动技能，建议先学哦。常用连招为2-3-1，先开二技能加速，大招禁锢目标，保证一技能命中，打出爆发伤害。老实说，讲的还算不错，我们就直接看出装。思路就是早点点满减 CD， 前3件出完就 45% 了，然后推荐战士徽记，这样在巨能之力还没出来之前就可以吸血了。最后一个带超载时间，输出才会爆炸，技能的伤害绝对要比徽记效果的伤害大更多的。灼热之杖和天才法杖都有加移动速度，所以我大推荐。后面2件没那么重要，所以也可以换成其他的客制装备。那这次的素材比较长一点，我们就直接来看实战，在一边慢慢跟大家讲解吧。那小法是绑定瞬移的，请不要因为有阿特拉斯或是泰格瑞尔就怂了带洗礼，那是不对的。然后1级出来记得要点1技能，它的伤害在1级是比2技能高很多的，可以刷一整排的小兵啊。这个打野竟然没有把野怪往我这边稍微拉一点点啊。我们放2次1技能，再走到中路是可以刚好赶上第一只小兵死掉的时间，而且小法在核心装备还没出来之前很废，不如多帮打野增加前期的成长速度。那这边开场请务必记得不可以被压制出敌方小兵的经验区，尤其是敌方小兵快死掉之前，不可以离小兵太远，不要太害怕掉血。当然能避免伤害的话还是要尽量避免。以法师来说，我们的手很短，而且腿也很短，所以我们又称小法为小侏儒，也是我的战队名称。至于为什么，因为我的战队里有一个以前是世界排行榜上前几名的小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告诉我说他非常需要我再制作一次小侏儒的教学示范。老实说，我认为他应该是不需要的才对，所以待会为了给他一些建议，太基础的东西这次不会讲太久。这边看到我方小兵已经快到中路了，敌方小兵也是相对同样的位置，这就是决定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的关键。所以我虽然先离开，好像要去支援，但还是先回到线上吸中路的经验。在4级之前千万不要漏兵，即使我们家打野爱乱追人也是他家的事，否则在游戏2分钟乌龟出生后就会直接陷入逆风，而且就算杀了敌人，因此漏兵的话也不一定会占到优势，还要看对面的输出会不会因此漏兵，或是我方的游走位刚才的小团战有没有到。刚才是完全没有达到能开战的任何条件，因此我直接放生卡琳娜。身为一个合格的中路，我们在2分10秒的时候一定要达到4级，我在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有没有看到刚才敌方小兵正在被我方小兵打的血量已经见底快死掉了，所以我绝对不能后退离开刚才那只小兵的经验区，不要害怕掉点血量，我们也还有回复跟瞬移。再解释一下，经验区就是离开这个区域，敌方小兵死掉的话，我们会拿不到经验跟钱。这个经验区还有一个意义，不过我们待会说，先看这边。其实我已经4级了，若是多排游走位是自家人的话，请把这坨小兵让给游走位，打野也不要靠近游走位才吸得到经验，这样可以让队伍在前期多一个大招，尤其是还没有抢乌龟的话。但这场我是单排也没乌龟了，我就没必要让经验了，所以我刚才说的经验区很重要，若是多排或是打上高分场的5排更为重要。刚才也说经验区还代表着另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视野。我们只要在敌方小兵的经验区内，敌方玩家就可以透过小兵在小地图上看到我们的头像。所以像是现在娜娜就会在小地图上看到我的头像，并且我打完小兵往左边靠过去了，所以他可以很清楚的就会知道我往上路过去支援了。换个方式来讲，如果不想被敌方玩家看到，就要避开经验区给对面带来的视野。不过关于这方面，我们就留到下次专门讲观念的视频再来讲解了。我们回到小法身上，那我们的二技能会加速，可是大家看到我并不会太早拿二技能来赶路，而是在我按下去之后，二技能可以触碰到任何敌方目标的时候才打开。虽然奥德是很不给面子就是了。刚才那边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经验区大概就是这个距离，刚好就差一步，我没有吸到经验跟钱。那现在我从中路走上去支援我的队友，因为没有小兵看到我，所以敌人也没办法在小地图上面看到我的小头像走过去，直到碰到敌方英雄，敌人才能在他们的小地图上看到我。但这边跟我的剧本发展有点不一样，不过没关系，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刚才的会战有2件事情，第一，我的逃命路线选择错误，应该要往我家射手方向去逃才对，射手伤害才跟得上，打得出来。老实说，我是把治愈之拳看成奶爸的2技能了，所以逃错路线。第二，还记得片头平行时空的技能介绍吗？就跟我刚才的连技是一样的，2技能先放直接大招，再1技能，1技能会比较容易命中。不过1技能比较容易命中是一回事，主要其实是要搭配回2技能的 CD 时间，再加上我推荐说挥击要带超载时间，只要附魔法器一出，我们这样接的话，2技能就可以立刻回好，打上第2轮的伤害。然后这边就是为什么我说小法是绑定瞬移的原因了，因为小法2技能的机制是，只要有战斗中的敌方目标在我们的射程之内，就会快速的喷3颗出去，然后隔一小段时间才再喷出剩下的2颗球。虽然2技能的范围内有英雄会优先往英雄身上喷，不过2技能开了是自动发射的，通常敌人都会和我们保持距离。若是在追的过程中，我们先靠近小兵或是战斗中的野怪，前3颗就只会打到小怪的身上，伤害就打不出来了。不过轻兵打人跟追人连击的顺序是不一样的，轻兵建议先1技能再2技能，2技能打完1技能就回好了。轻兵的速度会比先2技能快很多，打人的话要看情况，如果1技能一定能打到人，不用有先追的动作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大招前先把1、2技能都放掉，再开大招，加上超载时间的效果，就可以马上在2技能跟1技能了。哇，那这边我是搞笑了，没先注意好小地图就走过来想要帮忙的结果，就是躺在地上看娜娜对我按回城嘲讽。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因此就生气了，找个机会再按回去就可以了。那现在复活，我们就是看兵线和队友的位置来决定我们要从哪出发。所以现在看到下路的队友死掉了，而且下路的塔也被爆了，下路兵线一定会被推过来。但兵线碰到我方下路防御塔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先帮助打野加速打野怪的速度，顺便蹭蹭钱，再往下路去迎接被敌人推过来的兵线。换个角度来说，敌人如果懂得设身处地站在我的角度来思考，刚才的娜娜就可以先躲在右边那个草丛再阴死我一次，而不是直接走出来还浪费瞬移。那现在的话，我是只出了附魔法器跟 CD 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样我的2技能就可以连续释放没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现在连巨能之力的小剑也都还没有出，就已经可以吸血了，有没有？我们找个机会按回来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小法最快成型的出装配置，也是唯一的优点，就是我们小法是唯一一个有续战力的法师。然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刚才的会战中我是没有点半下普攻的，走位对小法师来讲比点普攻更为重要100倍，除非是前期没有技能或是敌人的血差一滴，否则点普攻的动作会让我们错失更多良机。那这边打野不是自家人的时候要注意，打野人不在不要开乌龟，不要帮对面打乌龟。所以正确的决定就是先放生佛朗哥，先清兵线，等打野要不要过来抢，我们再决定要不要打乌龟的团战。那现在我的招怨弹灯出来了，直接变身为这场的大魔王。我现在也不需要回家补血了，小兵和野怪就是我的补血包。然后我们的2技能也可以在打团前的1-2秒就先打开，让2技能提早开始进入 CD， 然后大招不用省，打团直接乱放就可以了。我们需要的是超载时间的效果，有没有看到我的1技能的顺序是排在走位之后的？因为1技能
能的施法动作比较久，打团时二技能回好的话，一定优先开二技能，然后走位，有大就大，不要省，没得走位没二技能的时候，一技能再拿来刷 CD 跟补伤害。刚才的会战我总共丢了4次大招，非常舒服，虽然是没什么伤害跟威胁性的大招就是了。那现在我不想回家补血，而且我终于开始要出巨能之力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吸血小剑出来之后的效果。小法二技能的吸血系数是比较高的，但得加上暂时灰烬才能早早就开始这样吸。然后我们二技能还有个用法，我们身上的5颗珠珠，只要旁边没有战斗中的敌方单位就不会喷出去。刚才也说了，因为会战前二技能先打开，可以让二技能喷得更丝滑，加上大招不用省跟超载时间的效果，再加上我们现在也叠满 45% 的减 CD 了。哇，我大招没有放到诺兰，变成帮他打蓝 buff。我刚才对自己太自信了，主要我认为那个距离是可以直接大招按到他的，所以因为大招的距离比二技能远很多，所以这种情况可以在身上存2轮的二技能。大家可以仔细看，刚才有一小段时间我身旁有一颗球特别亮，那就是了。不过这对小法来说不是特别重要，反倒是跟小法敌对的时候，看到特别亮的一圈二技能，也许10颗8颗的，千万不要在那个时候去贴小法，很有可能会被秒杀。那刚才这个会战因为有佛朗哥一技能确定打得到人，可以比大招先放，可以吃到超载时间的效果。再来就没有太多技巧了，什么技能回好就按就对了。再来就是一技能要不要瞄准就看情况，我大部分是没什么在瞄的就是了。毕竟瞄准一技能对小法来说是比较拖戏的，但若是我们的目标跟我们是呈梯形方向在走的话，我们就需要稍微瞄一下才打得到人。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太多，大多时候都是二技能走位，一技能点一下就够了。有没有看到刚才雷拉还没出吸血呢？如果我是其他法师的话，就吃不了领主了，刚好补上这场卡琳娜挖的洞。还有就是打乌龟领主跟双 buff 也不需要省大招，这样打的才会快。当然前期附魔法器还没出之前，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法力值还够不够，就算已经出了，我们这样疯狂的按技能还是会见底的。该回家就要赶快回家，不要舍不得，免得待会会战一半没魔，从温泉走出来也有加速。大家一定要养成等队友在会战的好习惯，才不会像这个雷拉一样在那边送。那我们小法的定位其实跟雷拉差不多，要把自己当成法术型的射手。不过我们是小侏儒，手跟腿都很短，所以走位跟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了解敌人的技能也非常重要，才不会一不小心就没保持好距离被秒杀。但只要我们不被秒杀的话，很快就能把血给吸满。因此小法要玩得好，还需要对其他英雄的技能都有一定的了解才行，才知道什么时候该不该追人，还是像现在只能打消耗，需要等一下队友。我们是脆皮，绝对不要冲第一个，和敌人保持好不会被秒杀的距离。队友上了，我们也不会被秒杀的话，就跟上，不用害怕。而且我们就算被控制了，二技能已经打开的话，也会喷出去，非常方便。这边再顺便看一下，我们身上是可以有2层的二技能的，而且刚才那个2层二技能是没有吃到超载时间的效果，所以一起存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然后这边打蓝 buff， 我也先把大招丢了，在1、2技能就回好了，不用省大招。虽然我打蓝只是为了要回血而已，不过乱放大招的话，最好是我们在身旁还有敌方单位存活，而且是不会立刻进入会战的时候。也就是说，野怪快死的话，尽量不要用大招，不然会没目标刷技能 CD。要是在那空窗期被敌方刺客抓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因为刚好没大招可以定人而被抓死了。虽然我刚才没有任何危险就是了，要大不大没有任何区别。那还有另一种不要把大招先乱放掉的情况，就是可能需要打大型会战的时候，因为超载时间会 CD 差不多20秒，就是为了打出第一轮2层二技能的爆发伤害来用的。说20秒好像不是很久，不过就像刚才我打蓝用掉的话，回城去追艾斯美拉达的时候就没得用了。那这边奥德斯在清兵，我先躲着看敌人会不会来抓他。不过弗朗哥走出去被
小兵看到了，那敌人就不可能会冲出来了，要来的话只可能会是5打5的大型会战了。我这边先确认一下另一边兵线的血量，这非常重要，才知道会战结束兵线会变得怎么样。那这边虽然我大招丢了出去，叠了2层的2技能，但看到敌方阵容可能会把我秒杀，我也没办法秒杀他们，所以只好先认怂。艾斯美跳我，那他死了。不过我们的卡琳娜跟艾斯美一样沉不住气，互相送一个，可惜弗兰哥没有拉到敌人，不然就全收了。但敌人还在追，我本来是要去下路带线，顺便顾领主的，可是这个会战我不打的话，我的队友也打不赢，就只能打了。哇，这边非常可惜，雷拉如果刚才射准一点的话，我的瞬移就可以不用浪费掉了。那现在会战打完，想说顺路清一下野怪，而且超载时间还没转好，刚好可以浪费一次大招。其实这个概念跟叠雷霆腰带的思路是一样的，不过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刚才会战打完，诺兰跟奶爸都跑掉了。原来我们被追只是因为他们要打领主在拖时间啊。这边大招定到，补上1技能伤害，再2技能加速再追。不过伤害打不出来，就是因为旁边有战斗中的野怪。敌方英雄若是没在我2技能攻击范围内的话，入珠都会入到野怪身上。所以其实小侏儒虽然也可以拿去打野，但切后排或追人追残血就没有办法像走其他路可以带瞬移来的强了。那这边敌方刺客不在，虽然我不小心被娜娜晕到，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我秒杀。那么我们也不要紧张，稍微跟梅丽莎保持一点距离，不至于被围殴的话，我们就是无敌的存在。还有我们的大招在荧幕下方，没看到敌人也发得出去，距离很远，这样随便乱点人头就一直减，非常舒压，也不需要像射手一样还得点普攻，非常适合操作比较弱或是手不是那么灵活的伙伴们来使用。按技能保持距离就行。那现在只剩我一个了，而且看到上路的敌方小兵比我方小兵多，就代表待会我们的奥德斯一定会清完中路就过去收，因为他要叠他的1技能嘛。这时候我要去做的是只对下路小兵远远的发一发1技能就离开，因为敌人还有2个活的，也没在小地图上看到了，很有可能会过来任何一路出现清兵或抓人。我看一般玩家超过70%都很坚持把小兵清完才离开，那是不对的。原因就是我在前面有提到，我们走出来清兵，敌方玩家就会在他们的小地图上面看到我的小头像，就有可能会过来抓我。我们的生存能力在只有我自己没有其他队友在的时候是非常差劲的。那如果敌人是出现在下路，我们等一下清回去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在上路出现去抓奥德斯的话，我们会因为我这个动作赚死。我们这样做可以在中路打完会战的时候，若是赢了，我方下路的小兵就会往前走，也就代表打完会战才有机会可以拆到对面的高地塔，而不是打完会战就只能清兵而已。那这边很可惜啊，我前面怂了，把瞬移给交掉。其实我血满的应该是不会死，不用交的才对。也因为我们中路的会战打输了，我也就没有勇气继续勇往直前，而是先撤退了一点点，等队友先到，导致刚才我2技能全部都打到小兵的身上了。那这边抢完河道花回中路清兵，看到敌方英雄也直接大招赶人，因为中路还有小兵可以给我们洗 CD， 等于这个大招是免费的。而且双方英雄都刚复活，我们上路的兵线也推过去了，代表他们一定会有人过去清兵，我们在这段时间是不可能有会战爆发的，要是有就只可能是对面来送头而已。所以刚才不需要省大招省超载时间，时间够在下次会战前 CD 好就可以拿来浪费。那现在领主出生了，2个队友去开领主，我们就在这边挡住他们，不让对面过来抢。顺便说一下，这种时候在最差的情况也只需要做到在我的队友们打完领主之前不要死就可以了。但我们奥德斯太给力了，直接2拳把对面的2货射手给秒了，我在旁边滚滚技能乱按就行了。那虽然2技能在这种情况常常会只打到小兵，但也没关系，这样也可以回 CD， 让我们可以再次的开2技能来为自己加速追人。那现在准备打上高地推塔之前，必须先看一下屏幕上方敌方的复活时间，最快也还需要10几秒，在游戏时间超过15分后，推塔速度其实超级快的，这个时间已经足够把主堡给推了，不需要再去带线。这边扛一下防御塔伤害，争取小兵能在主堡前活更久。艾斯美要挡兵，直接快速2轮技能把他秒杀。梅丽莎复活
我出来，我刚好累积了2轮的2技能，再把它秒杀。虽然我是很想瞬移进去秒给大家看，不过因为这是单排，怕队友不点塔，想要虐个全，所以我并没有这么做就是了。那吉克洛普斯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不是很强，但虐菜场很好用，很适合拿来打节奏不是很快的场子。那虽然打野会比较弱一点点，不过成型也很快，只要把战场技能换成猎杀就可以了。中间要不要换成魔族克星都可以。那我是建议单排要换，多排有人帮忙开 buff 就不用换。那打法的话，除了没瞬移以外都是一样的。看一下我们的伤害有没有很恐怖呢？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我是小雨，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再见啦。